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45集谍战老剧，赵丽颖、陆毅领衔，仅播2集，收视率直接第一。谍战剧里的英雄不分男女，都在暗处燃着光，这话用来形容胭脂再合适不过。自从《潜伏》《风筝》这些经典谍战剧打开市场后，谍战剧领域就跟开了挂似的，优秀剧集一茬接一茬，还捧出了不少实力派演员，赵丽颖就是其中一位。她主演的《胭脂》绝对是部不容错过的好剧。这部剧的演员阵容堪称豪华，除了赵丽颖，还有陆毅、陶欣然以及石兆琪、舒耀轩这些老戏骨加盟。有这么多实力派撑场，胭脂首播后就稳居各大卫视收视第一，播放量更是飙到了50亿，火得一塌糊涂。这成绩可不是吹出来的。故事要从1937年说起，日本侵略者铁蹄踏进华夏大地，局势那叫一个严峻。但咱中国人从不缺骨气，很多有志青年义无反顾地投身时代洪流，是要和侵略者干到底。爱国学圣蓝胭脂赵丽颖氏和她的闺蜜冯曼娜陶欣然氏就是其中的热血代表。一次执行任务时，蓝胭脂不小心落到了特工宋冕手里，好在她脑子转得快，一番周旋后成功脱身。可就在这过程中，她意外撞见了日本间谍，还得知了他们要传递的重要情报。巧的是，就在蓝胭脂拿到情报时，日本间谍井上纯子被渡边杀了，这下子知道情报的就只剩他一个人了。蓝胭脂本来想把情报告诉冯曼娜，可没等她行动，日本特工就先动手了。冯曼娜的父亲冯子雄是日本间谍，他知道蓝胭脂和女儿关系好，就想从蓝胭脂那儿套情报。也正因如此，冯子雄的汉奸身份被蓝胭脂撞破了。这事儿不光蓝胭脂没想到，连冯曼娜自己都被蒙在鼓里。一边是好友，一边是汉奸父亲，冯曼娜心里肯定不好受，但终究是血浓于水。可就在蓝胭脂知道真相后没多久，冯曼娜的父母都被人杀了。痛失双亲的冯曼娜把所有怨恨都撒到了蓝胭脂身上，昔日形影不离的好姐妹就这么走到了对立面，让人看得心里不是滋味。关系破裂后，蓝胭脂在国民党的带领下继续和日寇死磕，而伤心欲绝的冯曼娜在日军的引诱下成了特高课的特工。在青木的挑唆下，冯曼娜心里的积怨越来越深，一步步走向了曾经的对立面。这时候，中共地下党员周宇浩陆毅氏登场了。他在各方势力间周旋，在组织安排下潜入日军内部。一次意外中，他救下了落入军统之手的冯曼娜。相处久了，两人之间竟生出了情愫。可没等这段感情开花结果，周宇浩就和蓝胭脂有了接触。冯曼娜看着仇人和自己喜欢的人越走越近，心里的火蹭蹭往上冒，冲突也越来越激烈。蓝胭脂这边也不容易，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她一度陷入迷茫。还好周宇浩一直在她身边鼓励她，慢慢的，蓝胭脂接触到了共产党的思想，像找到了灯塔一样，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共产党。后来，蓝胭脂和周宇浩等人密切配合，一步步粉碎了敌人的阴谋。而冯曼娜在最后关头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也算给这段复杂的人生画上了句号。剧中演员的表现都可圈可点，尤其是陶欣然饰演的冯曼娜，从一开始的不谙世事到后来的心狠手辣，眼神和神态的变化让人惊叹，把角色的挣扎和转变演活了。赵丽颖饰演的蓝胭脂，从天真热血的学生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那份坚韧和果敢，看得人热血沸腾。陆毅的周宇浩沉稳睿智，在险境中总能化险为夷，和赵丽颖的对手戏也火花四溅。
从专业角度看，胭脂成功之处在于把青春成长和谍战元素结合得很好。他没有把角色脸谱化，蓝胭脂的成长有血有肉，冯曼娜的堕落让人唏嘘。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挣扎和选择，更贴近人性。剧情节奏张弛有度，既有紧张刺激的谍战交锋，也有细腻的情感刻画，让观众看得投入。剧中对那个年代的场景还原也很到位，街头的硝烟、隐蔽的情报站、人物的服饰，都透着浓浓的年代感，让人仿佛穿越到了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角色之间的情感纽带也很牢固，蓝胭脂和冯曼娜的姐妹情，蓝胭脂与周宇浩的革命情谊，都刻画得真实动人，容易让观众产生共鸣。更重要的是，胭脂传递了浓厚的爱国情怀和对信仰的坚守，让我们看到了在国家危难之际，年轻人是如何用热血和生命守护家国的。他告诉我们，和平来之不易，那些在暗处默默奉献的英雄，值得我们永远铭记。总的来说，胭脂是一部既有颜值又有演技，既有紧张剧情又有深刻内涵的谍战剧。它让我们在感受谍战惊险的同时，也看到了青春在烽火中的绽放。潜伏的爆火彻底将谍战剧的市场打开，谍战题材就此一路长虹旗袍，更是为它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将女英雄的谍战故事摆在观众眼前。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部45集谍战剧《胭脂》，讲述的也是一个女英雄的故事。这部剧由赵丽颖和陆毅两位实力派领衔主演，在首播时仅播出2集，收视率就直冲第一，可见其实力绝对非凡。故事还要从议和拿错的胭脂说起。1937年，正值抗日战争局势严峻的时候，进步女青年蓝胭脂在一次活动中拿错了胭脂，被蓝胭脂拿走的胭脂盒中装有重要的情报，这让军统和日方都注意到了她。蓝胭脂就此被卷入到一场惊心动魄的谍战之中。在军统局领导万志超和宋冕的引导下，蓝胭脂成了一名军统特工。之后她在宋冕的指导下努力学习相关技能，很快就成长为了一名优秀的特工。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蓝胭脂不小心发现闺蜜冯曼娜的父母是叛国者，这件事害得冯曼娜家破人亡，两人的友情因此破裂。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冯曼娜被仇恨蒙蔽了双眼，日军借机利用她，冯曼娜就此成了日方特高科的特务。特高科科长青木非常欣赏她，在青木的有意引导下，冯曼娜内心的仇恨越来越深。同时，我党地下同志周宇浩已经成功在军统、我方和日军三者之间周旋。周宇浩顶替了日方安插在军统内部的间谍，借机混进日方，从中传递情报。潜伏期间，周宇浩为了寻找情报，救出了被军统抓住的冯曼娜。冯曼娜在和周宇浩相处的过程中爱上了对方。此时，蓝胭脂在一次行动中不慎被日军抓住，幸好有周宇浩从中游说，蓝胭脂免除了杀身之祸。日军向她注射了精神类药物，在药物的作用下，蓝胭脂说出了2个地址。万志超曾说这2个地址可以暴露，但蓝胭脂并不知道这是万志超骗她的。阴差阳错之下，蓝胭脂成了杀害队友的叛徒。之后，蓝胭脂和周宇浩共同执行了一系列任务，两人在相处的过程中两情相悦，这让冯曼娜更加怨恨蓝胭脂。蓝胭脂和周宇浩共同卧底在日军内部，为了帮他们获取敌人的信任，万志超和宋冕相继牺牲，身边的人接连去世。蓝胭脂对自己的行为产生了迷茫。周宇浩知道蓝胭脂的迷茫之后，默默引导她。在周宇浩的影响下，蓝胭脂了解到我党，也逐渐明确了自己的奋斗目标。青木死后，特高科的新科长先道峰对蓝胭脂和周宇浩进行了多次试探，最终他确定两人就是卧底，两人的处境十分危险。
蓝嫣质的父亲蓝长明实在难以忍受日本人的控制，最终选择跳楼自尽。蓝长明的让冯曼娜大为震撼，她的思想逐渐发生转变。之后，蓝嫣质和周宇浩、冯曼娜三个人合作，周宇浩和冯曼娜刺杀仙道峰，蓝嫣质则负责偷取情报。行动过程中，冯曼娜牺牲，周宇浩也失去了踪迹。幸好蓝嫣质成功将情报送到组织上。10年后，在蓝嫣质和周宇浩第一次见面的舞厅里，两人再次重逢。剧中，赵丽颖饰演蓝嫣质，作为富家千金，蓝嫣质的性格有些傲娇、任性，同时也非常活泼可爱。赵丽颖将这个角色演绎得非常灵动。蓝嫣质的思想很开放，是一名进步青年，有很强烈的爱国热情和责任感。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他会毅然投身抗日活动中，为了国家和民族无私奉献。还有陆毅饰演的周宇浩也很出色，作为我党同志，周宇浩的信仰十分坚定，始终坚守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周宇浩很有智慧，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况，总能想出巧妙的对策。同时，他也很勇敢，为了抗日事业，不惜深入虎穴，甚至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当然啦，胭脂中可不只有这2位演技精湛的演员，如果你也对他感兴趣的话，不如亲自看看呀。还没看过的朋友，赶紧去补剧吧，相信你一定会被蓝胭脂的热血和那个年代的信仰所打动。看过的小伙伴，你们最喜欢剧中哪个角色？